一个移民家庭如何在梦想与现实间挣扎前行？从韩国到美国，他们能够成功吗？光影23世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。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《米娜里》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如今光影23世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，莫妮卡开车带着一双儿女，紧紧跟随前方丈夫雅各布驾驶的搬家货车，准备去往一个新的居住地。当年她和丈夫举家从韩国移民至美国，就是为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生活。而雅各布原本是在西海岸工作，一家人也能讨个温饱，但他想有更多的发展，这才做出搬家的决定。莫妮卡不太清楚究竟要去往何方，不过在前往阿肯色州的路上，她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然而当莫妮卡到达目的地后，却傻了眼。在阿肯色州这片一望无尽的原野中央，停泊的是一栋架在轮子上的移动房屋，而这里居然是他们的新家。莫妮卡自小受到的教育叫做落地生根，没有地基的房子就好像没有根的树木。她没想到丈夫竟会选中这样一个地方。此刻她站在这个空间里，没有一丝安全感。相较于莫妮卡的不满，雅各布却显得兴奋许多。他之所以会买下这辆老旧房车，正是看上了这周围足足有50英亩的土地，这里有美国最肥沃的土壤。雅各布想把这块土地改造成自己的农场，种上韩国的水果蔬菜，成为超市的供货商，从而让全家人的生活更上一层楼。可这里实在太偏僻了，距离最近的医院也有1小时的车程。儿子戴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新家安在这里，万一孩子出事了可怎么办？莫妮卡按着心里的火气，迟迟缓不过来。农场的事急不得，次日清晨，夫妇俩便去孵化场报到。莫妮卡2人之前的工作就是分拣小鸡的性别，收入还算不错，但雅各布不甘心一辈子盯着小鸡的屁股讨生活。下班回去的路上，莫妮卡还在劝说丈夫搬去附近的城镇，那里各项生活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，再不济找块5英亩的田去种地。雅各布却不肯答应，因为他要的是一片农场，而不是一块菜地。但就在当晚，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原来是龙卷风正在逐步靠近，而在这种天气里，房车极有可能被掀翻。好在新闻里又说龙卷风已经远离，雅各布这才长舒一口。莫妮卡却突然爆发了，在这样一个房车里，她根本看不见一家人的未来。而雅各布一言不发，领着全家人跑到这里，垦荒不说，随时还有生命威胁。你说你要给孩子一个好生活，你就是这么给的吗？但雅各布受够了过去的生活，他盯了10年的鸡屁股，不还是住在火柴盒一样大的屋子里吗？可说起这个，莫妮卡就一肚子气。为什么忙碌10年还存不了钱？不就是你天天拿钱接济你家那边的人吗？你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花过多少钱？你又给我妈多少钱？然而雅各布身为家中长子，自认为必须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，但他在冷静下来后，还是希望妻子能相信他。而且买房车的钱已经花了，可现在又能怎么办呢？就算1万个受不了，没钱了才是最痛的真相。夫妻俩经过1夜的商量，最终决定将莫妮卡的母亲顺子从韩国接来，照顾2个孩子。而保证农场正常运作最重要的一环，便是稳定的水源。为了省下可观的水费，雅各布决定自己打一口井。但当地人寻找水源的办法居然是使用分叉的树枝，不仅看起来不太靠谱，收费也比较昂贵，一次竟要近$300。雅各布拒绝了寻水工，随后带着儿子在农场里转了一圈，最终选择在靠近树林的地方动手挖井。另一边，莫妮卡则和女儿安妮将家中不要的杂物通通丢进户外的铁桶中烧掉。雅各布挖完水井后，又从当地人保罗手里买了一台大型2手设备，用以耕种。在雅各布的设想中，
如果一切顺利，3年以后他们就不用再去孵化场上班了。莫妮卡知道，为了这个农场，丈夫不仅掏空了家底，还办理了贷款，但她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不管雅各布怎么花钱，她都必须为儿子的心脏病留出一笔额外的资金。雅各布当然知道妻子的不乐意，但是这份忍让和包容让雅各布心里更不是滋味，不禁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他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，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。莫妮卡的母亲顺子明天就要到家里来了，而她的父亲多年前就死在了战场上。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祖母，小儿子戴维心里充满了期待。在他设想中的祖母应该是慈祥的、和蔼的，身上有暖洋洋的太阳气息。可当第二天顺子走进家门的时候，戴维却躲在母亲身后，始终都不肯与顺子打招呼。他不愿承认眼前这个又干又瘦、浑身散发韩国味道的老太太会是自己的祖母。而顺子见孙子不怎么欢迎自己，也没往心里去，反正接下来有的是时间相处。他先跟着女儿回房，随即拿出漂洋过海也要从老家带来的许多特产，粗辣椒面、小银鱼干，一包包一件件，也许不值什么钱，但在美国也很难买到，装满了顺子对女儿的心意。而他还拿了一笔钱塞给莫妮卡，这让莫妮卡在感动之余又觉得万分愧疚，因为来美国的这10年里，他几乎就没给母亲打过什么钱，而如今年迈的老母亲却还攒钱想着自己。就在这时，顺子注意到门口偷看的戴维，便将他喊了进来，说自己有东西要送给他。可顺子实在是有些不着调，一会儿拿出大人玩的花牌，说什么打牌要从娃娃抓起，一会儿又用嘴拨出栗子肉，执意要让戴维尝尝。于是这一番接触下来，戴维直接在心里给顺子贴上了古怪的标签，忙不迭躲到一旁，不肯再与祖母接触。而雅各布只要从孵化场下了班，就会一头扎进农场里。保罗的行为看起来有些疯癫，常常在种植之前手舞足蹈地大喊驱魔，但他本人却是种地的专家。保罗会嘱咐雅各布不要将小苗种得太近，以免影响蔬菜的长势，还会教他选用黑色地膜控制杂草生长。而戴维不管再怎么不待见顺子，也无法更改顺子对他的关爱。在得知戴维患有心脏病时，顺子还特意花了大价钱从韩国带来名贵药材，叮嘱女儿每天都要煮给孙子喝。戴维皱着眉头喝下苦涩难闻的药汤，可等到晚上睡觉时，他忍不下去了。他没想到祖母居然和自己住一间屋子。戴维在姐姐卧室里耍赖皮，大喊着祖母身上有韩国味道，就是不肯离开。雅各布闻言气得要掏棍子揍他。什么叫韩国的味道？小儿子是从没去过韩国，但那是他的根，他的故乡，他居然还嫌弃上了。在雅各布的威胁下，戴维才不情不愿回了房间。可听着耳边祖母的鼾声，他一直熬到眼皮打架，才勉强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莫妮卡夫妇就出门上班了，他们留下顺子在家里照顾孩子，而戴维起床后就饿得不行。他一边啃着香蕉，一边开口说自己想吃口热乎的早餐。谁知顺子根本就不会做饭，他会的是教孩子们如何打花牌。随后3人围坐在一起，噼里啪啦的出牌声在家中响起。可戴维和安妮都弄不懂规则，跟着祖母稀里糊涂打了几圈后都没了兴趣。而顺子见今天屋外天气很好，索性就带着2个孩子出去转转。屋外晴空万里，和煦微风吹来草木清香，戴维却无暇欣赏这番美景。他揉着有些饥饿的肚子，用英语和姐姐小声抱怨顺子不像个祖母该有的样子，居然连顿早饭都不会做。可顺子的英语水平有限，将他的不满误解成了喜欢，笑着对2个孩子说自己也喜欢他们。3人一路向前，最终在森林里的一条小溪边停下。此地不如原野开阔，交错纵横的枝桠遮蔽了温暖的阳光，周身降下的温度让戴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担心这里有蛇，顺子却盯着小溪的两岸，久久挪不开视线。因为在韩国有一种名叫米纳里的蔬菜，翻译过来就是水芹。米纳里喜欢凉爽的位置，只要种在水边，不用管它就能长得非常好，可以说是韩国人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蔬菜。戴维看着祖母专注的模样，一时也来了兴趣。
他走到水边，和祖母一起观察岸边，而顺子看着戴维那副圆滚滚的模样，一时玩心大起，和他玩起了打水仗。由于顺子带了不少米纳里的种子来美国，所以他一回去就开始盘算什么时候去溪边种菜。或许是经过一整天的亲密接触，戴维也没那么排斥顺子了。在听到祖母要喝水时，他甚至还会乖乖起身去倒水。就在这时，电视台放了一首经典韩国老歌，熟悉的旋律一下子让顺子回到了多年以前。那时的女儿还很小，只要一听见这首歌就哭得稀里哗啦，非要看自己和丈夫抱在一起。顺子说起这桩既有趣又温馨的往事时，莫妮卡却面露疑惑，她怎么想不起来有这事呢？顺子见状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你们来了美国，可都把以前关于家乡的记忆全忘记了。莫妮卡白天在孵化场时，还在和同为韩国人的工友讨论，为什么这里没有韩国人教会，这样孩子们也方便凑在一起交流。因此到了晚上，莫妮卡便来到戴维床边，教他如何向上帝祈祷。而那些神啊、天堂的概念让戴维听得云里雾里，这令睡在地板上的顺子赶紧出声喊停。戴维正处于一个认识世界的阶段，让他自己慢慢去探索好了。被母亲打断的莫妮卡只好无奈走出房间，在客厅里练习分拣小鸡。而雅各布看着他孤零零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一阵心疼。尽管来美国10年了，妻子还是无法融入当地，一口英语仍旧略显生疏。加上如今举家远离了大城市，他几乎是与过去的韩国朋友都断了来往。于是雅各布做了个决定，周末就带一家人去当地人的教堂礼拜。莫妮卡本以为与美国人相处会比较棘手，但大家都出乎意料的热情与友好，儿子甚至还和一个美国小男孩处成了朋友，嚷着晚上要去他家睡。可在回去路上，雅各布忍不住埋怨妻子为什么要捐给教堂$100，而莫妮卡这么做也只是希望上帝能多保佑一些戴维。殊不知，在那个装有善款的盆传到顺子手里时，他便偷偷将女儿放进去的钱拿了出来。眼下正是一家人用钱的紧要关头。又是新的一周，戴维望着沉迷于拳击节目的祖母，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想。他理想中的祖母应该是个不说脏话、会烤小饼干的老奶奶。顺子闻言挑了挑眉，让他别总做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赶紧给自己倒杯水来。而戴维端着药碗，突然气上心头，他倒掉药汤，尿在了碗里，随即亲眼看着不设防的祖母喝了一口，这才兴冲冲跑出家门，生怕被祖母追上，捉弄了顺子一通。戴维只觉心情极度愉悦，但他患有心脏病，跑了一会儿就捂着砰砰乱跳的心停在了原地。而雅各布回家了解到情况后，几乎气得浑身发抖。戴维简直是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居然都捉弄到祖母头上来了。他不顾顺子阻拦，命令戴维出去找条木棍回来，准备好好管教一下他的无法无天。而顺子在一旁急得都要跳脚了。戴维年纪小，说2句不就好了吗？平时疼都疼不过来，非要动手干嘛？莫妮卡则怪起了雅各布，要不是他非要住在偏僻乡下，儿子至于什么规矩都没学到吗？就在气氛变得剑拔弩张时，戴维挑了根软绵绵的草根回来，顺子高兴地直夸他聪明。而这场家庭危机也就在这哭笑不得的局面中暂时得以结束。日子在一天天流淌，西边顺子种下的米纳里也都纷纷抽条，而农场里的各类蔬菜更是长势喜人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迎来大丰收。可就在这天，雅各布发现了不对劲，原先打的那口井居然干涸了。但如今正值炎热的夏季，水浇的不及时，地里的作物就会被晒死。不得已，雅各布只好接上家里的水表，开始灌溉。地里劳作一天的他，回到家连手都抬不起来，洗澡洗头都需要妻子帮忙。然而为了心中的那个农场梦，雅各布甘之如饴。他没敢坦诚最近遭遇的水资源危机，可在听见莫妮卡感叹家中开销实在太大的时候，雅各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成功了，我们就一起过好日子；失败了，你就带着孩子离开吧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通过数个月的吃苦耐劳，雅各布终于迎来了收获。他站在硕果累累的菜地里，
抬头望向天际，一线金光从厚重的云层中射出，而那是他一直期待的美好明天。可雅各布怎么都没想到，提前谈好的经销商居然会临时变卦，精心照料数月的蔬菜瓜果，如今只能堆积在仓库中，而他憧憬的未来也在此刻变得黯淡无光。雅各布只觉是被逼上了绝路，一天找不到买家，他就要多花一天成本来存储与养护这些货物，他的家底还能再继续撑下去吗？雅各布没敢跟妻子坦白情况，但是看着他工作时心不在焉的模样，莫妮卡多少还是猜出了些端倪。然而她什么都没有问，那么大个农场全靠丈夫与保罗二人打理，她实在是不忍心再去施加压力了。但地里的大量用水加剧了资金紧张，由于没钱交水费，家里今天停了水，而戴维又不小心磕破了脚腕。他习惯像以前一样坐在地上哇哇大哭，等着家人将他护在身后给予安慰。可顺子为戴维仔细包扎完伤口后，竖起了大拇指，不停夸赞他勇敢强壮。因为心脏病，戴维从出生起就像个被保护的瓷娃娃，摔不得磕不得。这还是头一回有人用这样充满鼓励与肯定的方式对待受伤的他。在祖母的坚定的目光中，戴维不自觉挺起了胸膛，而他与顺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。两人会一起去溪边打水，一起采摘米纳里。这块曾经光秃秃的河岸，如今已被昂然的绿意所覆盖。顺子抚摸这来自家乡的米纳里，眼里不禁流露出一丝动容。在这片新的土壤里，米纳里必定会蓬勃生长，延续着他们顽强的生命传奇。就如同女儿一家人总会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扎下根来。而莫妮卡下班回家才得知家里停了水，至于原因，她心如明镜。莫妮卡是真不明白丈夫究竟还要在农场上死磕多久，这看不到头的投入换来的只有愈发窘迫的生活。紧接着她又得知家里的那一桶桶水是母亲与儿子从小溪边打回来的，更是心烦意乱。戴维不能奔跑，也不能提重物，母亲这不是在胡来吗？可在顺子看来，戴维远比他父母想象的要强壮，伤痛本就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他不是一吹就散的花朵，他应该是野草，可以弯下腰挺过狂风，也可以等到雨过天晴后重新直起身子。戴维躲在屋外，将母亲与祖母的对话听了个遍。他一方面因祖母的鼓励，渴望自己能够快快长大，可另一方面又恐惧死亡的到来。于是在这个夜晚，顺子将戴文搂进了怀里，感受祖母怀抱中的热意，一直蒙在戴维心头的阴影也悄然褪去。然而次日清晨醒来，戴维发现了祖母的不对劲，顺子不仅尿了床，还躺在床上半天都不能动弹。姐弟俩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班的莫妮卡。谁都没想到身体一向健康的顺子会突然中风，虽然经过了一番治疗，但他的说话和行动能力都已受损。更多的时候，顺子只能躺在床上，口齿不清地说两句话。母亲的倒下压垮了莫妮卡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如果不是非要开垦农场，她就不会将母亲接过来。一把年纪了，又是舟车劳顿，又是照看2个孩子，身体怎么可能撑得住呢？莫妮卡如今满心都是悔恨，她不愿再陪丈夫继续追那缥缈的梦了。雅各布要留就留吧，反正她必须带母亲回加州，那里温暖又明媚，是最适合养病的地方。而保罗在得知顺子的情况后，称这是有不干净的东西缠住了他。莫妮卡便忙不迭将他请到家里来做客，让他为母亲驱魔。看着保罗在房间里又是涂油，又是嘴里念念有词，不信任任何宗教的雅各布只觉眼前这一幕荒唐无比。他与妻子不免又争执了几句，戴维则躲在房间里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在去往加州以前，戴维需要去城里的医院做一次检查。莫妮卡嘱咐母亲，她做好的饭菜都在冰箱里后，才敢放心出门。而另一边的仓库里，雅各布正在打包蔬菜的样品。这次去城里复查，他还想着能不能找到零售商，毕竟时间不等人，本地气温已飙升至40多度，再不及时卖出，仓库里的蔬菜会很快干枯。在等待医生给出具体检查结果的时候，雅各布望着姐弟俩玩耍的模样，不禁有些感慨，为何总是事与愿违，说要来美国闯出一个好生活，结果却离原本设想的道路越来越远。而莫妮卡也不是真的想要离开雅各布，
只是再不适时放弃农场，生活真的要滑向深渊。她恳求丈夫能跟她一起回加州，重新来过。因为在莫妮卡看来，不论多辛苦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。可雅各布的心里仍旧憋着一口气，他宁愿承受分离的痛苦，哪怕最后落得一无所有，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那个心中的梦想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只有实现了这个梦想，才能真正为家人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明天。莫妮卡见丈夫心意已决，不得不下定决心选择分开。可就在这时，医生那边传来好消息，戴维心脏瓣膜的洞变小了许多，这就意味着他的身体情况已经大大好转，不用再去做手术了。与此同时，雅各布也与此地的韩国超市谈成了合作。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又一个传来，这个走到悬崖边近乎摇摇欲坠的家似乎终于迎来了转机。但莫妮卡却不肯再回头了。刚刚雅各布在医院里的态度伤透了他的心。莫妮卡从来都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，相反的，一家人携手并肩共度难关才是她最珍视的事情。因为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，总有一天日子会好的。然而事到如今，雅各布种种作为都让莫妮卡觉得丈夫在家庭和梦想之间选择了后者。这种自私她受够了。在莫妮卡的坚持下，二人最终达成了共识，等过完今晚就各自分开吧。而留在家里的顺子却是忙碌一整天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明明自己是要来给女儿搭把手的，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他们的拖累。这份愧疚令顺子在家根本闲不下来，他拖着僵硬的身躯一直收拾仓库的卫生到天黑。可顺子在点燃铁桶里的垃圾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阵强风吹乱了火势。因此当雅各布开了5个小时才到家时，迎接他的是在火焰中熊熊燃烧的仓库，而那里存放了他所有的农产品，存放了他向家人许诺的美好明天。雅各布不顾一切冲进火海，想要竭尽可能再抢救些农产品。而就在这危急关头，金钱无法弥补的分歧却在灾难前经受住了考验。莫妮卡放下了对丈夫的怨念，毅然冒着生命危险陪他一起勇闯火海，因为那里面是凝聚了丈夫数个月的心血。然而火势越来越大，烟尘几乎呛满了呼吸道，身边的莫妮卡又突然没了声响。雅各布的心猛地一紧，刹那间他脑海中所有关于买卖、关于农场的念头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在这一刻，他清晰地意识到世间没有什么能比家人的安危更加重要。他果断放弃了那些倾注无数精力的农产品，伸手拉住同样身处险境的妻子，拼尽全力朝着火海之外逃去。火光照亮了雅各布的双眸，奇异的是，他心中竟没有涌起过多的悲伤，因为在生死一线的瞬间，他突然发现，即便失去了物质上的一切，只要家人安然无恙的陪伴在侧，那便是生活给予他最珍贵的财富，而这份珍贵足以抵御世间任何艰难困苦。与此同时，冲天的火光映在顺子满是皱纹的脸上，将他的恐惧与自责无限放大。火灾发生时，顺子眼睁睁看着大火肆虐仓库，却因为中风根本来不及救火。是他亲手酿成的这场灾难，是他毁了女儿一家的希望。他如今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行清泪从顺子满是绝望的眼中流淌而下，他转身朝森林里走去，恨不得就此消失在这个世上。看着顺子决绝离去的背影，戴维突然害怕了。他是那么的喜欢祖母，是祖母会在他受伤时坚定地告诉自己他很强壮，是祖母陪伴自己度过无数个爸妈都不在家的漫长白天。他们一起打闹，一起种米纳里。于是戴维迈开双腿，第一次拼尽全力追上了顺子。他没有去管胸腔里那颗砰砰乱跳的心脏，他只要祖母别走。最终在大火的吞噬下，仓库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乌有。可在这个夜晚，莫妮卡一家一起在客厅的地板上合衣而睡。第二天将是新的一天，一切都将如燃烧后的土地一般从零开始。但这从灰烬中涅槃而生的希望，使得一切都不会再与以往一样了。莫妮卡没有离开，她选择陪着雅各布，按照当地的风俗寻找水源，准备从头再来。而在那遍撒种子的溪边，米纳里依旧在茁壮生长。全篇完。
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 미나린이 이렇게 잡초처럼 아무 데서나 막 자라니까 누구든지 다 뽑아 먹을 수 있어. 부자든 가난한 사람이든 다 뽑아 먹고. 或许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觉得这是一部典型的移民电影，从亚裔移民到中国移民，再到韩国移民，这类故事和电影不胜枚举。其实这里不单单是一个美国梦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人的迁徙性在历史长河中有着很长的篇幅。回归到单一个体上，很大程度我们要去看其中的规律性，即移民个体上所展现出来的共同特质。导演在近120分钟的时间内，把水芹比作了这种特质，即在2种不同的意识和文化形态中，如何如同水芹一般长出自己的形态。整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一句出自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的话：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于自己的目标抱有很大的期待感，但是没有做详细的规划或者细致系统的了解，而这种期待感往往在脑海中不断升腾复盘，最终变为了一种盲目且缥缈的自信。这次一定能成功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往往一旦事情事与愿违，这种失落感和反差感就可以把一个人搞得崩溃，丧失了再次站起来的动力。但其实抽离出这种情绪本身，后退一步看整体的事件，其实每个细节处的完成程度综合决定了最终的结果。而这之中需要抱有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心态，就是一种积极，一种乐观。或许这次不一定成功，或许这次就当作失败，那么又如何？我还是会继续努力，我还是会总结经验，从头再来。凡发生于我身之任何事物，都有利于我。对所有事不抱盲目的乐观，那么所有事就会没有了那份期待。或许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的结果对我来说都是惊喜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